现在在我手上呢，就是最新的 OPPO Reno 14 Pro 以及标准版的 Reno 14，两只不管是正面窄边框萤幕，还是机背的 ID 设计，整体的颜值都是非常在线的，并且在规格上，我觉得开头就可以直接说，这应该是 Reno 系列最均衡的一代作品。嗨，欢迎回来，我是驴子。开场我们就快速讲几个重点。OPPO 这次的堆料真的挺有诚意。Reno 14 Pro 直接首发了台积电4奈米所打造的联发科天玑8450处理器。那不要看它是次旗舰，这颗处理器的效能实际上非常不错啊。天玑8450采用的是7核心，全部都是 A725 大核的设计，所以对比上一代 Reno 13 Pro CPU 单核直接提升了将近20%，多核更是超大幅提升，直接达到上一代8350的 1.52 倍。如果对比 Reno 12 Pro 的效能，更是直接来到 2.25 倍，提升来到 125.9%， 效能大幅进化。那受益于全大核的配置，虽然单核还是高阶水准，但多核已经明显领先，像是 8S Gen 3、7 Plus Gen 3、天玑9200这些处理器。而在游戏看中的 GPU 效能上 ，Reno 14 Pro 的提升也很大，对比上一代有着 37.7% 的有感提升，对比上一代的 Reno 12 Pro 更是直接达到 4.64 倍的效能。你没看错，就是 4.64 倍。这代的 Reno 14 Pro 效能是真的不错。那不只是效能强，周围规格也都到位，包括 IP69 防尘防水、12GB RAM， 甚至直接塞进了一颗6200毫安时的超大电池，并且快充也没有缺席，提供了最高80瓦的有线快充，甚至还有50瓦的无线快充，整个已经是旗舰礼遇了。不过目前我还不知道售价，等你们看到影片的时候，开价应该出来了，记得留言告诉我。所以我们就废话不多说，究竟 Reno 14 Pro 的实际表现如何，我们就一起来看看吧。那在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就直奔主题，来看看这次 Reno 14 Pro 在相机上的更新。首先来看硬体，这次 Reno 14 Pro 在主镜头上采用了新一代的 1.55分之1寸 OV501 感光元件，支援 OIS 光学防手震，并且 OPPO 居然换掉了祖传的800万超广角，这次直接用上了一颗5000万的 OV50D 超广角镜头。最后再搭配上这一颗一直以来表现都不错的5000万画素三星 ZN-5 3.5 倍潜望长焦镜头，同样拥有 OIS 光学防手震。那 85mm 的焦段，不管是拍人、拍景、出去玩都还是相当好用的。有个好消息是，这代居然连标准版的 Reno 14也拥有 3.5 倍长焦，以中阶来说，这点算是挺有诚意的。那 OPPO 除了拉了相机规格一把，这代 OPPO 还特别升级了 Reno 14 Pro 的闪光灯模组。我原本看到的时候想说，闪光灯吗？结果用了几天之后，发现升级闪光灯好像有点道理，甚至还蛮实用的。OPPO 这次在 Reno 14 Pro 的闪光灯模组上，总共采用了3组 LED 灯珠的设计。那除了有2颗超亮的 LED 之外 ，OPPO 还加上了一组独立的聚焦闪光灯。所以用下来跟一般闪光灯最大的差异是，它不是这几年手机上那个疲软要亮不亮的闪光灯。OPPO 这组新的闪光灯，它有一个爆闪模式，在低光场景下按下快门之后，它会先闪出亮度比较低的预闪，接着瞬间闪出超亮的主闪。那它真的是超级亮啊！比如说，我们直接把 Reno 14 Pro 带到昏暗的 Party 现场来拍照，你看一般模式拍起来的照片，光是靠着夜景模式绝对是不够的，整个人脸的颜色都被灯光吃掉了。而你看 Reno 14 Pro， 哇，按下去的一瞬间，整个都被打亮了。你看照片，差很多吧？而且这组闪光灯它不止亮 ，OPPO 还加上了专门的 AI 闪光影像算法，所以闪光灯会跟手机的快门截取时间配合。光是看这个开启前后的人脸清晰度，你看就差超级多。低光聚会真的都很好用，甚至是很多人一起合照。你看这个范围是超级广的，也都可以达到补光的效果。我们再来玩另一个更特别的，叫做长焦闪光，也就是当你用 3.5 倍望远镜头拍人像的时候，系统就会自动开启刚才介绍过的第3颗聚光闪光灯，它也是超级亮。你看，就算是用望远端有一点距离的情况下拍照，这颗聚光闪光灯它也可以成功补光。那前面有说过，它有一套独立的闪光演算法，
所以拍完之后是需要一点时间运算的。那算完之后，这次 OPPO AI 也有新增一个新玩法，叫做 AI 灵感成片。按下去之后 ，AI 就会自动帮你的照片重新构图，并且会有3-4个建议的构图让你选择。如果你不太会抓角度，这个功能蛮实用的。那在构图完成之后，你还可以直接左右滑动，套上各种滤镜。那这次也是有 CC 胶片、NC 胶片、NH 胶片几个滤镜，搭配好画面和闪光灯，所以不管你要底片还是 CCD 感，你看套一下是不是整个感觉都上来了？那如果你觉得这张照片的表情不够好，或是不够到位 ，Reno 14 Pro 还有一个新功能，就叫做 AI 最佳表情。点下去之后 ，AI 就会自动分析照片，然后提供几个可替换的表情让你选择。那我这边也在分享几组 AI 闪光拍出来的照片。OPPO 这次加上的 AI 闪光影像，真的算是蛮好玩的。如果聚会要拍一些好玩的照片，这组闪光灯的确是真的好玩。我觉得可以说，大家其实不是用不到闪光灯，而是一般的闪光灯开了也没什么效果，自然也就慢慢没人想用了。哦对，这次还有一个新的玩法，叫做 AI 闪光 Live Photo。那 Live Photo 也是这2代 Reno 主打的功能。在顶部打开 Live Photo 之后，系统就会自动保留按下快门前后的 1.5 秒的画面，所以除了照片，你还可以看到前后的动态影像。那这次有2个升级，首先 OPPO 重新调整了快门速度以及截取的演算法，可以减少因为拍照快门过慢，所以 Live Photo 糊掉的问题。那 Reno 14 Pro 的 Live Photo 整个片段都还蛮清晰的。第2个升级是，现在在 Live Photo 模式下，你可以让这次升级的闪光灯保持恒亮，所以就算是在灯光不好的地方拍照 ，Live Photo 也能正常记录哦。对了，这几代 OPPO 力推的 iPhone 互传功能，在 Reno 14 Pro 上也是支援的。所以除了可以直接跟 iOS 用户传照片，你刚刚拍的 Live Photo 就算传到 iPhone 上，也是可以看到动态的哦，无缝分享。值得一提的是，受益于这次 Reno 14 Pro 搭载的是更强的天玑8450处理器，所以这代同样支援了最高 4K 60的录影规格，并且在录影的时候也可以搭配这组新的闪光灯，保持恒亮拍片。好，接下来我们就把更多重点讲完，节目的最后再分享更多的样张让大家参考。我们接着来看外观，但我只讲重点，不浪费大家时间。在我手上的是 Reno 14 Pro 的钛雾灰，本机也会以 Pro 版实测为主。那我这边也同步借来了 Reno 14的炫彩白版本，让大家看看外观。这次 Reno 14系列的质感都非常好，喜欢展现风格的朋友，有炫彩人鱼设计的白色版真的美，就算是静静的摆在桌上都很漂亮。那我个人蛮喜欢这次的钛雾灰，虽然没有特殊设计，但它就是干干净净，整个外观到位，很耐看的深灰配色。并且你仔细看，整个镜头模组与机背是一体成型的设计，并且镜头区域采用了亮银设计，实际质感很不错。除此之外，这2款也都采用了官方叫做珊瑚绒玻璃的后盖，用白话文来说就是超级细腻的雾面背盖，手感舒服，也都是完全平直的金属中框，搭配上边框都超级窄的全平面萤幕，这代的质感没有任何问题。而在机身配置上，所有按键都在右侧，卡槽在机身底部，采用双面双 SIM 的设计，没有 microSD。但是 Reno 14系列都拥有顶部的红外线模组，可以直接遥控家里的电视、冷气，这点好评。这次2台也都采用线性马达，回馈利落。而在耐用性上，2台都通过了 IP66、IP68 以及 IP69 3种防尘防水等级。所以不管是 IP66 代表的高压水柱测试 ，IP68 的水下 1.5 公尺30分钟的浸泡测试，还是 IP69 的80度高温喷淋测试都有成功通过。此外，这代也支援水下摄影模式，退出还会自动排水哦。盒装上 ，OPPO 的惯例就是该有的都有，包括提供了一个硬背板的透明保护壳，不只可以展示美背，重点是质感很好，已经到了丹麦的水准。萤幕表面也已经贴好了塑胶保护贴，打开来就有基本的防护。充电器也是整组给你，不过这次随附的充电器还是220伏最大80瓦，110伏最大50瓦的规格。所以如果你想要启用完整80瓦快充，要么用220伏，要不然也可以另外买110伏有80瓦快充的 SuperVOOC 充电器搭配使用。接着，我们就直接来看这次的另一大亮点——效能。帮你手上的 Reno 14 Pro 搭载的是 OPPO 首发采用台积电4奈米制程所打造的联发科天玑8450处理器，记忆体也给足，搭配 LPDDR5X 12GB 的 RAM，
以及 UFS 3.1 512GB 的储存空间。那理论效能我们前面都测过了 ，CPU 采用全大核设计，所以对比上一代 Reno 13 Pro，CPU 单核提升将近20%，多核更是超大幅提升，来到 1.52 倍。这次天玑840是真的强。而在 GPU 效能上 ，Reno 14 Pro 的提升也很大，对比上一代的提升来到 37.7%。所以我们就不废话，直接进入到游戏实测。我们这次测的一样是原神 Loading 最重的图之一，原神续咪连续30分钟。来看结果，这次 Reno 14 Pro 在最高画质连续半小时的游玩下，拿下了平均56.8帧。天玑8450已经快要可以完全征服，相较起上一代有着 16.3% 的游感提升。正反面温度也控制在40度上下，没有问题。如果再对比上一代天玑8000处理器，平均只有 37.5 帧，提升更是来到 51.4%。所以不要看 Reno 是中高阶定位，这代用的天玑8450在效能上是真的不错。而在续航力部分 ，Reno 14 Pro 采用了一颗超大的6200毫安时电池，在全程 120Hz 模式中 1.5K 解析度拿下了10小时30分钟，感觉这个表现还略有最佳化空间，大概就是一天一充的边缘。不过这应该跟 Reno 14 Pro 的效能释放不错多少有关系。接着来测快充 ，Reno 14 Pro 最高支援80瓦的快充，不过透过随附的充电器110伏之下，最高会是55瓦。在8年的充电测试中 ，Reno 14 Pro 20分钟就可以充40%，完整充满也只要55分钟就能充满6200毫安时的大电池，速度蛮快的。所以一般使用的话，其实也不用特别再买充电器，现在这组就蛮够用了。而在生物辨识上 ，Reno 14 Pro 同样支援脸部以及位置靠下的萤幕指纹辨识，速度也都 OK。话说有个小发现是，我目前手上拿到的版本是有支援门禁卡的，不知道到时候台版是否也会开通。看完效能，2025的手机就是接着要来看 AI 效能了。今年的 Reno 14 Pro 除了同样支援 Google 统一分发的 Gemini 语音助理 ，Circle to Search 圈定即搜，长按底部的导览列，然后把你想要知道的东西圈起来，系统就会透过 AI 辨识这到底是什么东西。除此之外 ，OPPO 还有一系列的自家 AI， 比如说前面介绍过的 AI 灵感成片，还有先前介绍过的 AI 超高解析度、AI 消除、AI 消除拖影、AI 消除反光、AI 侧边栏、AI 摘要、AI 文案、AI 翻译等等。那这些大家稍后都可以参考上一代的 Reno 13 Pro 完整评测，我们都有详细介绍过了。那这一代 OPPO 也加上了几个新功能，主要都是在 AI Studio 这个 App 里面。我们打开，先前 AI 写真、AI 重绘、AI 动态图片都介绍过了。那这次有2个新功能，分别是 AI 风格复刻以及 AI 合照人物添加。那比较好玩的是 AI 风格复刻，这个功能你可以上传你自己画的画作，不管是水彩画还是插图都可以，然后你可以选择你想要生成的图片风格。你看 AI 就可以帮你把你的画作生成出另一种风格。最后我们看到银鱼了，这次在 Reno 14 Pro 上面 ，OPPO 再次换上了全平面设计的6.83寸 1.5K 120Hz OLED 屏幕，并且也支援3840Hz 的高频 PWM 调光。我们也透过仪器直接实测，没错，可以达到3840Hz 左右的 PWM。那拥有高频 PWM 对于眼睛比较敏感的朋友来说，绝对是个好消息。那荧幕最重要的另一个指标就是要来看亮度。亮度之所以重要，第一个原因当然就是荧幕越亮，在面对太阳下的显示效果会更清晰。那更精确来说，在强光整个荧幕都显示白色画面的情况下，我们会希望至少可以达到1000尼特会比较够用。经过我们实测 ，Reno 14 Pro 的这块荧幕在强光全白最大亮度下，可以达到1206尼特。简单来说，这块荧幕无论是在太阳底下提供足够的亮度使用，或是想要好好欣赏 HDR 内容都没太大问题。最后的时间，我们也提供大量的 Reno 14 Pro 实拍样张让大家参考，并且我们也同步对比上一代的 Reno 13 Pro 以及来点月机跟 iPhone 16 Pro Max 玩一下样张对比。
而在音效体验上，这代 Reno 14 Pro 同样提供了双喇叭配置，以下我们也提供一组外放的对比实测供大家参考。好了，本期节目就先到这里。这集我们也在有限的时间内，尽可能把重点都测完了。如果还有任何问题，都欢迎底下留言。最后，节目制作不易，欢迎透过加入频道会员或是 YouTube 的超级感谢按钮，直接赞助我们，完成更多有参考价值的实测节目。我是驴子，那我们就下期影片再见喽。如果喜欢本期的节目，不要忘记订阅邦尼，并且打开小铃铛，及时收到我们最新的评测通知。当然，你也可以在 Facebook 邦尼 AI 小助理、Instagram 以及 Line@ 找到我们。如果还有其他问题，别忘了底下留言。那我们就下期影片再见喽。